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太差了，所以我得对着我的草稿说。我是一个不会告别的人，我真的很害怕告别，所以我经常在告别还没有来临的很早很早以前，我就开始预设告别了。当我养一只小猫的时候，我第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它什么时候会离开我。当我欣赏一场夕阳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象夜幕笼罩了。我快乐的时候会一边快乐，一边担心幸福的时光在流逝。我甚至怀疑，如果有一天我结婚了，我在婚礼上会控制不住的想，我什么时候会离婚啊？所以来桃花坞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想象过今天了。从跟大家相遇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告别了。有一天，王新月问我，我给大家拍照是不是为了完成工作？不是的，我为大家拍下照片就是我在告别。我希望大家在看到照片的时候，就会想起这段旅程，想起镜头背后的我。太好看了，你俩今天太有 CP 感了，好绝啊！哇，桃花坞男团，我在东北的雪地里，用一点点雪花放那个眼睫毛上，哇，好漂亮！在狂风暴雨的旷野里，哎呀，可帅了！我都留下了再见。在桃花坞，我其实说了无数次的再见，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在真正告别的时候松一口气。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如果在拥有的时候不冒出失去的念头就好了，不会设想结局就好了。所以我想跟总是预想告别的自己说再见。如果时间可以回到第一天，我不会再带着这种要跟大家说再见的心情相处。反正很高兴认识大家。上能否听见耶路撒冷的嚎哭？刚好天气晴朗，桃花又开放。你慢点哈。没问题，我慢慢的。你在我后面，我就放心。桃花又开放。哎呀，这把真整还给整上座了。天佑，这天佑是王星越吧？天佑是我，詹天佑啊，你是詹天佑。马楼，我猜这个是我吧？对，雷德林吗？泽林在哪儿？泽林这儿呢。新城泽林。妈，我在哪儿？这儿，妈，我在这儿。好。OK， 妈妈请坐，还写着。你也有四妹，四妹，四妹请坐，太好玩了吧？这个不是，那我这个也太啥了吧？你这个有点，我这你这有点太嚣张了，太嚣张了吧？我咋好意思啊？那哥哥写的啥呀？哥哥请坐。哥哥请坐。阿琴，阿琴这座太小了，阿琴坐不下。阿琴想坐。你那凳子里头还有啥？塑料袋子？塑料袋子，我不知道咋的。那肯定是专门给你准备的。干啥用啊？你不是有那金句吗？捡塑料袋那个。我是哪个呀？我他是心里还是咯噔了一下的。刚来桃花坞的时候就被叫做传师傅，所有事情都在把你 call back。安娜，你的凳子好可爱呀！应届生，我们纯子是应届生吧？应届生就是毕业了，是不是？对。桃花坞为每一个人特意准备的各种各样长得不一样的椅子，我感受到了桃花坞对每一个人的保护和爱。
我的座呢？鸡蛋西施那个，嗯，是我。这是我的是吧？哇，太舒服了！那个椅子很经典，80、90年代很复古，我很喜欢。啊，天哪！我的情感上是对每一次再见都会觉得非常的难过，或者说是有一些依恋。尤其当大家共同在一起熬过很多的困难，会产生一种联系和羁绊。结束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就是看个对眼，就对方就会有要哭的感觉。我们想结束的开心一点，不要哭得太难过。告别不光是告别人、告别事物、告别环境，也可以是告别自己本身。人是时间塑造出来嘛，时间是一种塑造工具，时间在雕刻你。如果每一秒都是像雕刻家的一锤的话，自我其实永远都不是固定的，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不断地在流动。其实每一秒都在告别自己，告别现在的自己，然后去另外一个自己。大家好，大海你好。跟大海 say goodbye。浪花你好。大海你好，我是汪思龙。这次的主题呢是 say goodbye， 我就从昨天晚上开始想，很遗憾我没有想出来 say goodbye， 但是我想出来了 I'm sorry。幽默，太幽默了，幽默。所以今天要说 sorry 的呢是对650。哦，别呀！天哪！尤其是我的3妹4妹。哦。可能因为我跟志胜住在一起，然后我们两个基本上在桃花坞相处时间很长，但是我脑海中没有什么画面是与2位妹妹待在一起的，所以这让我非常的遗憾。今天在买相片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了大量的我跟徐志胜的合照，但是我跟小辣跟雪琴的照片就会比较少一点。但是只要有我们4个的，我还是都买了回来。其中有一张相片是我觉得这一季最温暖的一个瞬间，是因为我们在池塘大赛的时候，我跟丹妈在摸鱼，所以我全身很干净。然后弟弟妹妹雪琴跟志胜他们2个浑身很脏，然后他们看到我很干净的时候，他们就洋溢着笑脸，然后过来拥抱我。那一刻我身体很抗拒，但是我的心里好柔软，好温暖。谢谢你们2个那一刻给我的能量，治愈了我好久。Baby, I've been thinking lately, the words escaping when it comes to 35岁应该是我现在的年纪，就是这一刻，所以我想对桃花坞 say goodbye。我觉得说再见这个事情，在我心中很难有一个很体面、很完美的再见，因为在我心中，再见就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在桃花坞的每一天，我都非常非常开心，很珍惜。所以在最后一天里面，我拍了所有人的照片，然后我好好看看我们一起搭的小火车，看看我们一起经历过的每一个场景。我会好好怀念这段时光的。今年我留长了我的头发，然后在海边的时候，我觉得我的脸上很痒，
我以为是头发，然后抓了一把，发现是一个虫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分不清让你难受的是虫子还是头发。同样，我们也分不清每次 say goodbye 是再见还是再也不见。谢谢桃花坞，再见。哥把我想说全说完了，我现在感动之余有一丝慌张。不瞒你说，我也是。哥哥，sorry， 不是妹，哥哥，我这点词儿啊，全让你说了。跟你讲，70%的重合度。哥哥，你咋不跟我 say sorry？ 咋天天呆着？哥哥是很少去表露自己情绪的人，所以他当时说的那一刻，我们也能感受到哥哥是真的是有不舍，有遗憾，那个不舍和遗憾特别打动我们。其实这次我来的次数也有少，然后呢，哥哥也有几次没来，所以就是很难我们4个聚齐在一起。反正我们4个坐在一起，我就很有归属感，不管是在车里，还是在桌上，还是在任何地方。哥哥在外边呀。我觉得一个遗憾的就是这季的我很忙，所以有的时候没法参与那么多的活动，然后能够跟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我觉得遗憾让我们变得更珍惜吧。喂，能听到哈？能。从我开始对告别这个词有印象的时候，这个决定就对我来说很难。对身边的朋友告别，对我不喜欢的事情告别，对我喜欢的事情告别，我好像从来没有做到过。就比如说我讨厌的人，或者说伤害过我的人，我那一刻我下定决心我要去跟他告别。但是当我那一段时间过了之后，我又会去怀念当时那些事情，去怀念我与这个人之间的快乐、悲伤。我觉得这些事情、这些人，他是在我那个时间点里存在的，他是给我带来好的回忆、坏的回忆，他都是扎扎实实存在在我身上的。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那就不去告别吧。谢谢你们，这21天以来，我们一起生活、玩闹。21天，有开心，也有孤独。有各位老无名在我们刚到的时候，让我们快速的融入到这一个整个桃花坞的环境里。有我们新无名在刚到的时候，为了去适应这里的环境去做出的努力。也有这么多期我的好大儿王子奇时时刻刻跟我的陪伴，跟我的形影不离，让我显得没有那么的孤独。但是好在这一次的告别只是我们这个节目的告别，就会让我觉得我们所有人在不同的场合下、不同的工作环境下，或者说生活中遇到了，我们还是能够再见面的。所以我要来一场不说再见的再见。再见。哎，说了，说了，你说了呀。是真有人想哭，说实话，在上面是不是？那是吧？你站得高，风一吹，你再看着海。倒反天罡，在上面是有点魔力的。
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太差了，所以我得对着我的草稿说。我是一个不会告别的人，我真的很害怕告别，所以我经常在告别还没有来临的很早很早以前，我就开始预设告别了。当我养一只小猫的时候，我第一个担心的问题就是它什么时候会离开我。当我欣赏一场夕阳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想象夜幕笼罩了。我快乐的时候会一边快乐，一边担心幸福的时光在流逝。我甚至怀疑，如果有一天我结婚了，我在婚礼上会控制不住的想，我什么时候会离婚啊？所以来桃花坞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想象过今天了。从跟大家相遇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在用自己的方式告别了。有一天，王新月问我，我给大家拍照是不是为了完成工作？不是的，我为大家拍下照片就是我在告别。我希望大家在看到照片的时候，就会想起这段旅程，想起镜头背后的我。太好看了，你俩今天太有 CP 感了，好绝啊！哇，桃花坞男团，我在东北的雪地里，用一点点雪花放那个眼睫毛上，哇，好漂亮！在狂风暴雨的旷野里，哎呀，可帅了！我都留下了再见。在桃花坞，我其实说了无数次的再见，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在真正告别的时候松一口气。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自己。如果在拥有的时候不冒出失去的念头就好了，不会设想结局就好了。所以我想跟总是预想告别的自己说再见。如果时间可以回到第一天，我不会再带着这种要跟大家说再见的心情相处。反正很高兴认识大家。走，嘿，我刚刚把时钟拨回到了26岁，因为26岁进行了我第一次很重要的一个告别，就是我彻底告别大学生活了，跟我的学校生涯一直没能说一句再见，因为我当时特意在毕业的时候查了，我租的房子离学校只有35分钟，所以我想说，相见既然是这么容易的一件事情，那在告别的时候就没必要太过用力。我只是没想到，在我进入工作1个月后，那个时候是在做编剧的工作，工作的很不顺心。有一次从长沙回家的路上，然后在出租车上就睡着了，然后当我睁开眼往右一看的时候，发现是我们学校。那一刻没有什么感情，但眼泪就不知道为什么流了出来。那是我在毕业之后和我学校的第一次相遇。第二次相遇是前1个多星期、2个星期吧。我在1个星期之内同时回到了我的本科山东理工大学和研究生学校北京科技大学。进去之后，看着在学校里走的同学们背着小书包，然后就非常轻松又坚定的走向一个地方的时候，我真的好羡慕呀！我真的好羡慕。
也好想念那个时候的自己。我发现我回到学校之后和他们再相见的时候，记忆我发现不是一点一点的袭来，是所有的记忆一起袭来。你会在篮球场上看到无数个自己在那里打篮球，在那条路上看到无数次你在那里走来走去，走向教学楼，走向图书馆，走向食堂。就那个记忆一起袭来的时候，真的好开心呀，好幸运呀！说我曾经有过那么一段那么美好、那么轻松、那么无忧无虑的生活。所以很开心和我的大学生活再次相见，也再见了我的大学生活，谢谢。那段时间就是特别值得回味，大学生活，包括现在我最好的朋友，我玩最久的，除了我家乡那几个，就是我大学同学，就是一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在一个城市都会聚，然后我回北京都是住他们家，就是真的一段很刻骨铭心的一段记忆。就是觉得那一个时期的王子奇可能很难再回来了，荒唐、无拘无束。就那时候我是在纯旷野，现在是轨道。其实让我想说 say goodbye 的时候，我想了一大圈儿，确实我也没想出来太多想拜的。想干啥？我还是比较习惯告别的一个人。我觉得每一次真心的说出再见的时候，不是再也不见的意思，都是期待我们再相见。所以每一次分开，我都会好好的说再见。但是今天听到智胜向自己青春告别的时候，我一下没忍住。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也应该向自己的青春好好告一次别。我刚刚把时针拨到了25，就是21年的时候，其实是我工作的一个转折点。21年小五座热播之后，我陆续开始忙了起来，一直到今天，我90%的时间都是工作和工作的路上。正好前天突然间和我以前的发小我们聊起天了，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他在打游戏。我突然觉得打游戏这个曾经充斥在我生活每一刻的一个快乐离我远去了。我突然间感觉自己不再是以前那个可以和朋友们每天开心的玩，然后兄弟给我发一条微信上号，我就立马坐到电脑前的那个小男孩了。然后我的老板也经常说我，他说王子奇，我觉得你刚刚哪一刻很像一个男人了，不再像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那个小男孩了。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一直知道，我内心依然是曾经那个幼稚的小男孩。喜欢和朋友们在一块冒险，做一些冲动的事情，做一些无厘头、无意义、只有小孩才能干的事情。确实，我在吉龙珠的时候也没有想说我一定要许一个什么愿望，但我就想把它集齐。就是在25岁那一年吧，我觉得刚才说的这个王子奇
好像慢慢的远去了。我想对他说一声，再见。这个再见，不是我想把这一部分舍去，而是我希望他永远停留在我生命里。我觉得"男人至死是少年"这句话是在我身上会永远存在的，无论我多少岁。谢谢。太中二了，对，太中二了。那对他来说，他觉得很真诚的，他我真觉得挺好的。他是很真诚的，虽然在我们看来他挺中二的。男人至死是少年，男人至死是少年，男人至死是少年。斩龙珠，斩龙珠，召唤神了。一个28岁的人要跟青春说再见，你让我64岁的人情何以堪呢？不是那个意思，大妈。我们说的不是跟，明白？我懂了。这样吧。我把时间往回拨了，停在了那天看到那个龙飞出来的那一瞬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跟什么东西再见。我先说一个身体上的吧，我现在不是做了近视眼手术吗？我跟自己以前模糊的世界说再见。看清楚了之后，发现一切跟记忆中那个小时候看到的东西一模一样。小时候一切的视线都是清晰的，小时候也特别的任性，知道自己要什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我现在依稀的记得，就小时候我因为想买一个玩具，我爸妈不给我买，然后我就哭着闹着，最后过去抢，在那个玻璃柜那个有一个特别锋利的玻璃刃上，把我的左手上面划了一个疤，到现在还留着。小时候也是因为想要吃一个冰糖葫芦，站在椅子上够，然后把脑袋上磕破了，缝了针，也哭了，也疼了。就这些感触都特别的清晰，这些都是因为自己想要得到，努力去得到而留下的印记。但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逆来顺受的人，随着年龄慢慢增大，我不知道我有多久没有跟别人提出过我想要什么了。所有的话都变成了是你想要我做点什么呢？可能我自己内心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我有时候我不细想我都不知道，就像是打了麻药一样。所以在集齐7颗龙珠的时候，我看到那个龙飞出来的时候，我特别的开心。其实这点我挺羡慕王子奇的，因为我觉得王子奇属于那种想要什么就干了。他买第1颗龙珠的时候花了很多钱，我记得我当时我还觉得，哎呀，你做这事儿有什么意义呢？但后来他坚持2颗3颗，就这事儿，你放在我的世界里就觉得很扯，好像没有任何的意义。可能小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成年了之后，就其实有时候自己想要什么，也不一定会说出来。就那一刻看到那个龙飞出来的时候，觉得好像小时候的，像童话里的世界，这些都实现了。哇塞，神了！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没有任何负担的感受到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我很难去形容这个感觉。就像我现在的视力一样，就很多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情，想要的那些东西，想要坚持的东西，好像也变得清晰了。我说实话，如果我要现在想告别的话，我可能想告别这个麻木的生活，浑浑噩噩的，模糊不清的，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永远是在完成一些就不知道为了什么努力而去做的一些事情。也许我永远都无法告别这样的自己，也许我永远都做不到。但是我觉得，我至少在某些时候，我看到了那个冲动和执着、偏执和想要任性的自己。对，我想要和任性的自己 say hi， 和模糊的自己说再见。谢谢。张新成，我觉得他在桃花坞有做到放肆的去享受，放肆的去玩。把这世界看得清清楚楚。星辰的他说的关于他不敢去做什么，不敢有什么奇怪的想法，我印象其实特别深刻，因为我觉得自从来了桃花坞之后，尤其这3年下来，其实所有的梦想，它的出发点可能就是一个荒唐的主意，然后大家就是荒唐的去做，它就成为现实了。我们干过太多这样的荒唐的事情了，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理解，其实很想跟他讲，没关系，就是会好的。我挑的时间是就现在，然后我想说 goodbye 是对孤独的 goodbye。就是我刚来到桃花坞的时候，很害怕别人觉得我是外人，对。因为我在德国的时候，我是唯一一个长得像亚洲人的样子在学校里，然后在我妈的老家也不是韩国人，然后在中国我是觉得中国是我家，非常热爱，但是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融入进去，所以这种边缘的感觉，我其实从小有这种经历。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在桃花坞，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是去荒岛那个经历，因为在荒岛遇到了各种困难，然后经历了很多事儿，让我就发现就是像小山呐，还有月月一直都是很照顾我，就是拉着我一起走，然后金城也就是帮了我很多忙，丹妈也是就是从第一天对我特别特别热情还有温暖，还有任科我觉得也是总是莫名其妙的想法，但是我还是懂你意思。然后还有所有的朋友们，真的你们太好了，就来到桃花坞，我觉得感受到了最幸福的还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所以我和你们说再见是很舍不得。最后我想给大家送2句中文歌的一个歌词，我很喜欢的。我会牢牢记住你们的脸，我会珍惜你们给我的思念，再见。
爱你们哦。妈妈，